三只小猪在一个阳光普照、开满小雏菊的山坡上，住了三只超可爱的小猪兄弟。它们不是普通的小猪哦，它们是猪妈妈最骄傲的宝贝。猪大哥是老大，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躺在软绵绵的泥巴里睡午觉，梦里都是吃不完的苹果派。他总是说：“哎呀，慢慢来嘛，享受生活最重要。”猪二哥排行老二，是个急性子。他喜欢追着蝴蝶跑，喜欢在草地上打滚，一刻也停不下来。他的口头禅是：“快点，快点，我们去玩下一个游戏吧。”猪小弟是年纪最小的，是个聪明又勤劳的小家伙。他戴着一副想象中的小眼镜，整天都在思考和计划。他常常说：“我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。”有一天，猪妈妈把他们叫来，温柔地说：“我亲爱的孩子们，你们长大啦，是时候盖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学习独立了。要记得，不管做什么事，都要用心哦。”三只小猪点点头，背起小包包，蹦蹦跳跳地出发去寻找盖房子的好地方了。猪大哥的茅草屋。猪大哥走着走着，看到一大片金黄色的茅草，在风中摇来摇去，好像在跟他招手。他打了个大哈欠，心想：盖房子好麻烦啊，用这个茅草随便搭一搭，剩下的时间就可以睡午觉啦。于是，猪大哥嘿咻嘿咻，花了不到半天的时间，就盖好了一栋茅草屋。这屋子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巨大的毛茸茸的冰淇淋甜筒。他得意地拍拍手说：“搞定！睡觉时间到！”说完就倒头大睡，还发出了响亮的鼾声。猪二哥的树枝小木屋。猪二哥跑得飞快，他发现了一堆小树枝。他想：哇，这不就像我最爱的叠叠乐游戏吗？于是他开始玩了起来，把树枝一根一根的叠上去，咻咻咻。没多久，一栋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树枝屋就盖好了。猪二哥绕着他的新房子跳着舞，唱着歌：“我的房子最酷，我的房子最快盖好。现在可以去追蜻蜓咯。”然后一溜烟就不见了。猪小弟的红砖屋。猪小弟走得最远，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制作红砖块的地方。他推了推想象中的眼镜，认真地说：“根据我的计算，用砖块盖的房子最坚固，这样才不怕任何危险。”猪小弟非常努力，他先和水泥搬砖块，再一块一块的砌上去。太阳公公下山了，月亮姐姐出来了，他还在扣的工作。虽然很累，但他看着自己亲手盖好的又漂亮又坚固的红砖房，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他还盖了一个大大的壁炉，让冬天可以暖乎乎的。大野狼的攻击。就在这时候，森林里最饿、最爱捣蛋的大野狼闻到了小猪的香味。嘿嘿嘿，今天晚餐有着落了。他流着口水，悄悄地跑到了猪大哥的茅草屋前。他敲了敲门，叩，亲爱的小猪，快开门让我进去吧。猪大哥睡眼惺忪地说：“不要，你是大野狼。”大野狼尖笑一声，哼，那我就把你的房子吹倒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，肚子鼓得像个大气球，然后，呼，天啊！茅草屋就像被吹散的蒲公英一样，飞得满天都是。猪大哥吓得屁滚尿流，尖叫着往猪二哥家的方向跑去，救命啊！猪二哥，大野狼跟在后面，跑到了猪二哥的树枝屋前。快开门，不然我就要把这个也吹倒！野狼大吼。两只小猪躲在里面发抖。野狼又吸了一大口气，呼呼，树枝屋就像叠叠乐积木一样，哗啦一声全散了。猪大哥和猪二哥吓得脸色发白，手牵手拼了命地往猪小弟家冲去。猪小弟的胜利。
猪小弟，快开门啊！大野狼来了！两位哥哥惊慌的大喊。猪小弟立刻打开坚固的大门，让他们进来，然后砰一声把门锁上。大野狼气喘吁吁的跑来，看到这栋坚固的红砖房，他愣了一下。哼，看我把他吹倒！他吸气，呼，房子纹风不动。他再吸气，呼，呼，房子还是一动也不动。他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呼，呼，呼，他的脸都涨成了紫色，房子依然坚固地立在那里。大野狼气炸了，他眼珠子一转，看到屋顶上的烟囱，心生一计，嘿嘿，看我从烟囱溜进去，给你们一个惊喜。屋子里的猪小弟早就料到他会这么做，他冷静地对哥哥们说：“快，我们把壁炉的火生得旺旺的，再放上一大锅水。”就在大野狼从烟囱滑下来的时候，扑通一声，他正好掉进了滚烫的热水里。哎呀，我的屁股，好烫啊！大野狼像一支火箭一样，从烟囱里咻的一声弹了出去，夹着烧焦的尾巴，哭着逃回森林深处，再也不敢来找小猪们的麻烦了。三只小猪看着大野狼狼狈的样子，开心的又叫又跳。从那天起，猪大哥和猪二哥终于明白了，玩乐虽然很开心，但只有用心和努力，才能建造出最安全、最温暖的家。于是，他们跟猪小弟一起，把红砖房盖得更大、更漂亮。三兄弟从此幸福快乐地住在一起，每天都充满了欢笑声。